辉宝在地上耍赖打滚，想让妈妈抱抱。爱宝早就免疫了辉宝这套卖萌招数，看都不看辉宝一眼。辉宝这下急了，妈妈这是不爱我了吗？辉宝想抱住妈妈的腿，可妈妈走太快了，辉宝就一直蹬着小短腿在后面紧追不舍。爱宝很无奈，那就坐下来等等这个小宝贝吧，看看他想干嘛。辉宝搂着爱宝的脖子不断向上爬，似乎想让妈妈背他。可是辉宝忘了，他可不是以前的小宝宝了。按照最新的数据，辉宝已经86斤了。如今辉宝走路都带风，妈妈爱宝可承受不住辉宝的重量，爱宝身子倒了下去。糟糕，南川竹遭到了暴击。南川宝估计也没想到，明明是母慈女孝名场面，怎么突然就牵连到自己了？不过看起来南川宝只是被压得倒伏了，没什么大碍。南川宝生在宝家也早已经是千锤百炼了，这些小场面不算什么。而辉宝摔了这一下，似乎已经晕头转向了。爱宝看到辉宝突然趴着不动了，起身后赶紧去查看辉宝状态。爱宝心想，这孩子不会摔傻了吧？爱宝用嘴撞了一下辉宝，辉宝光速转身正对着妈妈。辉宝这是想吓妈妈一大跳，不过妈妈已经是老江湖了，这个小招数对他可没有用。他看到辉宝没事就放心了，用熊掌抚摸了一下辉宝的脸，然后转身离开。爱宝这负责任又有边界感的模样，真的令人动容。爷爷夸赞辉宝现在的体检姿势和妈妈一样标准了，只是小手有点短。爷爷对辉宝表达了认可，但是现在是爱宝的体检时间，爱宝艰难的给辉宝挤到一边，被挤出去的辉宝左顾右盼着，看看还有没有空间自己可以钻过去。辉宝看准了妈妈的下怀，一下就钻了过去。而此时瑞宝这里也很努力，下面的洞再大点，瑞宝都快钻出去了。很快辉宝也凑了过来，两个大小只能塞出嘴巴的地方成了姐妹俩索要小零食的位置。爷爷没让姐妹俩白努力，宠溺的给姐妹俩个头喂了一块。爱宝测量完血压，轮到乐宝了。从第一天的满身抗拒到现在的泰然自若，乐宝的进步很大。爷爷夸赞乐宝的手臂真是又帅气又壮实，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乐宝的手臂会粗壮到伸不出来。给宝家体检完，将爷爷领着圣熙姨母来到了爱宝乐园的银杏树林里，在地上捡着掉落的银杏叶。捡完落叶，爷爷和姨母就立马让爱宝玩上了。爱宝在玩耍落叶时的样子宛如美女沐浴。一会儿辉宝也过来凑热闹，辉宝和妈妈一样深陷其中无法自拔。宝最近继承了妈妈爸爸的一个好习惯，那就是下班时会将青团铲在室外，不会将青团带回家。瑞宝铲完青团，独自坐在草丛里的这个小背影，仿佛是在看着自己青团，感叹自己刚干了一个大事。今天是姨母值班，姐妹俩向来最给姨母面子，因为姨母给的小零食是最多的。姐妹俩一看到姨母来了，就立马排坐好，就连姨母收拾竹子时，姐妹俩都要探头看着。而老宋头来，姐妹俩则是丝毫不在意，因为老宋头来园区多数都是空着手来，让自己白跟他玩，所以姐妹俩看到是老宋头后，就会继续干自己的事儿。一会儿圣熙姨母收拾完竹子，临走时还宠溺地抚摸了一下瑞宝、辉宝。等晚上下班时，也是姨母来接的，姐妹俩也都很给姨母面子。今天下班时，还是爱宝最先想回家的。爱宝的下班流程就是先到通道门口看一眼，看到门没开，就来到奶爸的员工门口喊奶爸。而这时瑞宝走去了草丛里，前去铲青团，辉宝还在小树上呼呼大睡。一会儿爱宝看到通道门开了，先回了家。瑞宝这里又在小树上整起了活。这时姨母走出门，开始进行收娃工作。姨母先是给姐妹俩喂了块小零食，然后开始让姐妹俩下树。这时刚才一直睡觉的辉宝先从树上下来了。辉宝下来了后，又吃到了一块小苹果。瑞宝眼看不能让妹妹给小苹果都吃掉，自己也赶紧下来。由于瑞宝下树太着急，倒挂在了树上，差点从树上掉下去。姨母看到后立马过去帮忙。姐妹俩在姨母这儿真是被照顾得细致入微。而辉宝看到姨母离开自己去找姐姐了，还吃醋了，在后面咬着姨母的衣服，让姨母回来。姐妹俩这又突然争抢上了姨母，不过最后姐妹俩都跟着姨母乖乖回家了。今天忙着整活的不只有瑞宝、辉宝，圣熙姨母这里也有了自己的节目。瑞宝今天出门后就先给自己洗了个澡，然后拖着自己湿淋淋的身子就来找妹妹，想往妹妹身上蹭。此时辉宝身上的水哗哗的往下流，辉宝阻挡着瑞宝，不想让瑞宝上来，防止自己被弄湿身体。今天辉宝成了爱干净的那一个。瑞宝上来后就给辉宝抱住了，并给辉宝按在身下，给辉宝当干毛巾了，把自己湿乎乎的身子全在辉宝身上擦干净了。此时爱宝悄悄路过，
爱宝让姐妹俩自己玩，别过来招惹自己。辉宝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给瑞宝赶下去。辉宝看到自己身上都脏了，也从树上下来了，打算自己也洗洗。瑞宝从辉宝眼前淌过，辉宝感觉水有点凉，最后还是没能真的走进小泳池。辉宝也是一直在成长的，自从自己在小瀑布前吃过亏后，辉宝这次选择走瀑布上的小桥。另外，细心的依依可以看到，瑞宝屁股上那标志性的一撮黑色的毛已经掉了。掉了那撮黑色的毛后，瑞宝的性格都变了，变得比辉宝还要调皮了。辉宝今天在瑞宝面前都变得文静了，而爱宝就完全放弃了带孩子这件事情。看到通道门打开，爱宝就回去了，辉宝紧跟其后。瑞宝这里还在犹豫，或许是想给自己的皮套晒干。这时，爷爷在通道门口喊自己可以帮瑞宝擦干净。瑞宝听到后，立马从树上下来跑向爷爷。而与此同时，圣西姨母正在乐宝的园区忙碌着什么，手里既有竹子又有小零食。圣西姨母在乐宝园区不断装饰着，仅仅一块窝头都不知道该怎么放。而作为宝家最敏感的乐宝进门后，一下就发现了自己园区的不同。乐宝仔细观赏了一下，不过没有太久，然后拿着自己的窝头和竹子就去到了小亭子上。乐宝表示今天的窝头有点美味啊。果然，浪漫对男人来说根本不值一提。辉宝真是越来越不拿妈妈当回事儿了。姐妹俩打闹，瑞宝是踩着妈妈身上过去的，转头还说了句小爱你往一边去。今天瑞宝有点暴力，看谁都不顺眼。爱宝出手劝架，瑞宝就连爱宝一起揍。可能是因为瑞宝今天的体重又有了新高，感觉自己全身都充满了力量，想要打遍爱宝乐园无敌手。今天瑞宝跟爱宝打得有来有回，一会儿辉宝也跑来凑热闹，姐妹俩一起凑在这里，就从烦变成了乱。辉宝一来，画面都变得乱糟糟的了。一会儿姐妹俩回家时也没让老宋头省心，姐妹俩蹲在通道门口，迟迟不往里走，看给老宋头愁的眉头紧皱。以前说辉宝是自己从没见过的熊，真是对瑞宝的认知错误。因为现在瑞宝的调皮和辉宝不分上下，两只淘气的不要不要的熊。4年过去，老宋头的头顶肯定要和江爷爷头顶一样秃了。老宋头看姐妹俩磨磨唧唧的不回去，索性直接给通道门关上了。不回去，那就在外面吧。一会儿等回到家后，姐妹俩更没让人省心。辉宝给自己倒吊在了小树上，都是技术活，姨姨们可不要模仿。辉宝给自己来了个引体向上，辉宝这核心能力吊打同界里所有大熊猫，再加上他老爹那单臂大回旋的基因，辉宝真是强的可怕。辉宝做了2个引体向上后，轻松爬回小树。姐妹俩这一天天的，真是没有能让饲养员们省心的时候。别喂了，别喂了，嘴巴里面都要放不下了。正西姨母也是懂抽象的，这是堆了2个匹诺曹吗？雪人中的匹诺曹。瑞宝辉宝表示，请雪人匹诺曹多说点话，这样自己的胡萝卜就会变长了。因为雪人匹诺曹的鼻子太短，瑞宝辉宝2口就给雪人匹诺曹的鼻子给吃完了。圣西姨母这周的视频是姐妹俩玩雪回忆录。这鹅毛般的大雪，瑞宝刚出门身上就变白了。瑞宝面对着床上姨母堆的雪球，毫不客气的就给气拍了下去。虽然这是姐妹俩第一次见到雪，但刚开始时姐妹俩还是很淡定的，只不过姐妹俩有点掉色，雪白的雪经过姐妹俩的走动都变黄了。晚上姐妹俩回到家也不吃妈妈的奶水了，直接抱着竹子开啃，只有竹子才能快速补充自己的体力。而且在这恒温的室内，姐妹俩简直不要太舒服。瑞宝这里因为玩得太累，没怎么吃饭就开始犯困，一直到第2天早上，瑞宝这里才开始大快朵颐。瑞宝看到姨母来了，一侧身暗示姨母给自己按摩按摩。姨母也很懂瑞宝的想法，立马给瑞宝开始按摩。而姐妹俩吃了会竹子后，又一起来到了妈妈怀里，这是要给昨晚自己忘记吃的奶给全部找回来。而这次下雪，宝家除了爱宝都很疯狂，而爱宝这坐在雪地的样子，就是名副其实的大熊猫界的白雪公主。